哎呦，这是全城最宽的吗？不是。那么这条大路呢，最宽的地方达到了26车道。26车道，它的名字叫什么呢？它的名字叫谢赫扎伊德大道。谢赫扎伊德呢是当地的开国元勋啊，开国元勋。那么各位叔叔阿姨，我们大家从台北啊，从台湾飞过来啊，我们飞行，哎，对，你看我们图片刚好是这个就是我们第一站要去的地方。啊，第一站要去的地方清真寺很漂亮的啊，所以我们大家穿越的地方有来看一下左边，有一个像眼睛一样的建筑，在左边左前方看到了吗？啊，对，旁边有这样一个手势，注意看啊，有这样的一个手势。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迪拜的未来博物馆啊，未来博物馆，它是今年的2月22号刚刚开放的。之前来的时候是不是没有建好？对，今年刚建好，刚开放。看旁边那个手势，看到没？对，这样的，要做就做世界第一，要用就用最好的，耶！对，所以的话，咱们大家早晨飞嘛，晚上飞看到这个夜景，到时候我叫醒你们，然后你们看一看啊。对，谢赫扎伊德大道上有很多，对，出现，对。在这条路上，就应该都说没有2个一模一样的建筑，啥建筑的。叔叔，你再看，你看那个上面有一个字母伊马尔，伊马尔是当地最牛的一个地产公司。我们的哈利法塔上面晚上就很多时候出现伊马尔，伊马尔打。一个国家很小，那5、6个国家合起来呢，就拥有足以对抗的能力。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它的来由就是这样，简称叫阿联。阿布达比、沙迦、杜拜、阿吉曼、富吉拉、欧姆古温、拉斯海马7个大公国组成的联邦制君主国，现在来到的是他们的老大哥阿布达比最有名的大清真寺。阿布达比最有名的景点就是谢好扎耶德大清真寺，全白色的，花了几十亿美金啊！很多人说它叫低调的奢华，我不懂，它明明就是高调的奢华，怎么会是低调呢？但是说真的啊，是很漂亮。漂亮的原因来自于地方大，很干净，天很蓝，建筑物全部都是清一色，并不会有太复杂的颜色，单一白色再加上黄金的镶边，会让它觉得非常的高贵跟典雅。谢赫扎耶德大清真寺，它是翻译名称啊，以阿联酋开国元首的名字来命名。当时开国元首他也葬在这一座清真寺里面，占地有22000平方公尺。So the central dome right there, this is the biggest dome in a mosque of the world, not in a building. Okay, they got the record from us. It is made of crystal Swarovski gold-plated steel with 24 karat gold and LED light. They have the biggest of them, and they have another 6 chandeliers. They are smaller version, but it's the same design. Another record inside the main prayer. 由于占地很广，所以它一次可以容纳超过4万名的信众进来这里面。整座清真寺呢，虽然它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阿布达比，但是呢，所有的建材都不是来自这边啊，全部都是进口的。意大利进口的大理石石材，打造了这么纯白的地面，够了不起啊！你看看呢，整个太阳照下去，整个反射上来啊，都不用打光板啊。每一个人在这边拍照，都会显得自己又白又亮的。其中最主要的圆顶啊，以75公尺高、32.2公尺的直径，成为全球拥有最大圆顶的清真寺。所以你说它怎么会低调呢？它这样子只是颜色啊，很单一，很素雅，其实非常的高调，也非常的迷人。说真的，蛮漂亮的。Prophet Muhammad, he left Mecca and he went to a city called Medina.
by the order of God. God told him, go to Medina and there you will find peace and you can spread. 进来到伊斯兰的国家，女生就一定要把自己包紧紧的。但是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他们已经算是很开放的，没有叫你连脸都要蒙起来，只需要长裙、长衣、长裤，然后呢，把你的头发稍微遮盖一下。忘记戴、没戴帽子，没办法遮盖都没有关系。外面有一系列的东西，差没有把床单让你包起来而已，尽量就是让你符合当地的民俗风情。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阿布达比，对很多人来说可能会觉得很陌生。大部分都听过杜拜，也知道它的奢华。来到阿布达比，当然我们也会知道它是有钱的，但是其实阿布达比大部分的地区都是沙漠，这个球场国呢拥有了非常多样的陆地跟海洋生态，从山到河到海，再到珊瑚礁带到红树林。其实沙漠以外的阿布达比，它有非常丰富的环境、自然、野生生态，而且这里有阿拉伯羚羊，一度被认为灭绝，但在成功复育计划之后，在阿联境内有6900只的阿拉伯羚羊，也是全球最多的国家，所以上山下海都可以，而且还看得到这里的野生动物跟自然环境。所以要记得这里不只有沙漠，虽然沙漠是它的特色。花非常多钱建造的大清真寺，白色大理石，数百万颗的施华洛世奇水晶，还有玻璃马赛克、珍珠母贝、红玛瑙、紫水晶，只要是奢华的就把它摆上去就对了。每个细节因为处理得非常细致，所以在外面看，在里面看，你都会觉得哇，真有钱，有钱真好。踏进去很惊艳，但是他把所有昂贵的素材放在这里面的时候，却又不觉得它非常的乱。世界上最大的手工编织羊毛地毯，走进来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它就在眼前，你的地上。这张华丽又壮观的地毯，总面积是5700平方米，1200名对于编织很熟练的手工艺工人花了12个月的时间，精致把它编织完毕。阿布达比它的经济主要来源是什么？你知道吗？产油量而言，阿联最大，全球第12大的石油公司就在阿布达比。阿布达比基本上是以石油作为它最大的经济来源，杜拜反而不是哦。也就是因为杜拜它本身没有那么多的石油产量，所以杜拜就在沙漠当中盖起了经济奇迹。它以商业跟观光作为它主要主导的经济收入来源。然后我们在阿布达比的道路上行驶，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沙漠占据大部分的国家呢，还是呈现出一副绿意盎然的样子。其实从清真寺上面我们就可以感受得到，在清真寺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得到很多的几何图形，橘子、水，还有植物、藤蔓，这些都是来自于因为伊斯兰教本来
就是从少雨沙漠地方发源起来的，所以对他们来讲，心中最棒的地方，也就是天堂地方，它是充满了水分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在很多阿拉伯国家或者是有钱产石油的伊斯兰国家当中，他们都会把绿化当作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这些绿化，你别小看它，在多雨的台湾或者是水源充沛的国家，绿化植物没什么，但在这些沙漠国家，它是非常重要的。反而他们要花很多的金钱去栽种这一些绿色植物。所以当你在沙漠国家看到绿色植物的时候，其实它是花了好几倍的金钱去把它塑造出来的。现在我们马上进入到阿布达比非常重要的地方——总统府。如果要把总统府盖得这么的壮阔雄伟，那也不是每一个国家都做得到的。为什么？第一个要有钱啊，有钱还不打紧啊，你要盖得这么的奢华、富丽堂皇啊！你看一进来这里面，这已经不是总统府了，这是财富的象征啊！你知道哦，在某些国家你盖那么好哦，光是政治斗争就把你搞垮了啊！哇塞，你是贪污了多少钱啊？对不对？那有的呢，比较呢封闭的或者是共产的国家呢，哇塞，你是浪费了多少的民脂民膏啊！你只会作威享福啊！所以要把总统府盖得那么奢华不容易啊！但是在中东地方产石油的国家，它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因为为什么？因为老子有钱啊！产石油它的经费就很多，它就不怕展现财富。一直在中东国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哦。好像没有财富你就逊色了哦。这里就是大厅环形开放设计，富丽堂皇的吊针，象征着阿联酋对光明与平等的承诺。这里展示的国家发展历程呢，都是在告诉你阿拉伯很棒，阿拉伯国家很厉害。讲白了，所有稀奇珍品、艺术品、高贵的瓷器都在这个地方看得到，基本上炫富了。阿布达比总统府是当今阿联酋内阁跟阿联酋最高权力机构联邦最高委员的官方会议场所，还是一样炫富啦能够炫富呢，也要有本钱啊。这里也是世界各国首脑、总统、领导人来到这边举办会议的重点之一。那门面怎么能不顾呢？光是进来这里面就软脚啊！为什么？被他的有钱吓到软脚啊！反正世界上就是这样，你有钱，还有人比你更有钱；你帅，还有人比你更帅；你美，还有人比你更美，比不完的。所以每一个国家有它独特的文化，跟对于财富象征不同的见解跟展示的方式，这也是我们旅游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去了解到每一个国家的文化跟他们的生活方式。所以爱旅游的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到世界各国一定要尊重世界各国的文化，而且去体验、去了解，少抱怨，多体会。这个总统府呢，在2015年耗时了63个月完成。它旁边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6星级以上的饭店，叫做酋长皇宫酒店。那包括宫殿花园在内呢，还有总统府，占地有150公顷。离开了阿布达比的总统府，我们马上又借由杜拜这一条路呢，再前往阿布达比的另外一个地方。其实阿布达比跟杜拜就接连在旁边而已，开车呢1个多小时就可以从一个酋长国穿越到另外一个酋长国。我们现在要去的是一个我觉得举世闻名的博物馆，叫罗浮宫。那当我们要去介绍阿布达比罗浮宫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换一个不同的看法去了解一下，为什么
罗浮宫要在这边设立？为什么在伊斯兰国家当中，他要去接受一个西方的博物馆？阿联跟阿布达比的酋长国为何斥资兴建这一系列的文化机构？阿布达比对外的称呼是经济跟文化，因为他们认为在准备后石油时代来临的时候，你要发展多元化的经济产业啊，你不能只靠挖石油，如果挖完了该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努力的打造阿布达比变成中东的文化中心，为了提升后石油时代还有阿联年轻一代的国际视野跟文化素养。而且他们认为文化是让他们变得跟其他伊斯兰国家与众不同的地方。除了阿布达比以外，几个波斯湾国家，像沙特阿拉伯、卡达、阿联等不同的酋长国，都慢慢的走向了这一个区块。而欧洲人他们是怎么看阿布达比愿意去接受欧洲的艺术文化呢？其实转折点在1990年代的波斯湾危机，当时的科威特被伊拉克侵占之后呢，最后靠的是什么？美军为首的西方联军才解困。因此呢，许多的波斯湾国家他就意识到，那我必须要跟拥有军力的西方国家建立更密切的关系，而要建立的密切关系，讲的不是政治啊，不是斗争啊，讲的也不是战争啊，讲的是什么？文化。其实文化是一个国家跟一个国家在交流当中最重要可以达成共识的地方，所以文化是一个重要的管道。所以西方世界跟中东世界如何达成共识呢？很简单，就是文化。文化是一条非常重要的交流，所以任何的政治斗争都不应该把文化牵扯进来。所以很简单，他们就达成了共识。而且你知道吗？在这边设立罗浮宫，法国的博物馆的一些珍宝就陈列在阿布达比，这可以随便战争吗？万一受到侵略的时候，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并且拥有军力跟核武器的这种珍贵盟友，法国怎么会袖手旁观呢？你随便战争不小心打到阿布达比，那我的这一些艺术宝库不就全部都不见了吗？事实上呢，法国也在2008年开始就陆续在阿联设立了3个军事基地，所以这个合作案太厉害了，这个合作案非常的值得，但也没有那么简单啊。要让罗浮宫在这边设馆，哪有那么简单？要付钱啊 ，Show me the money。所以法国协助阿联成立一座普世博物馆，罗浮宫的分馆是在2007年在阿布达比签订的协议，它当中有一条代价。这个代价很简单，你猜得到吗？就钱啊！使用罗浮宫的名号在阿布达比设立分馆，30年6个月，4亿欧元，外加2500万提供给罗浮宫的赞助，所以这门生意还不错。光是用文化就可以赚到钱，所以现在世界各国啊，很多人用旅游赚钱，为什么？因为旅游是环保事业啊，不会有污染啊。所以现在你知道吗？旅游一年比一年贵啊，很多人会嫌现在的旅游费用太高。你去细想一下，从古至今啊，旅游费用只会每一年都涨，不会每一年都跌啊。就像物价，食物每一年都涨啊，每一年都跌，你敢买吗？所以在这边，法国就特别成立了法国博物馆，在阿布达比落实罗浮宫一切相关的事宜。哇，这一门生意太棒了！既赚到钱，又有文化的交流。阿联支付法国近10亿欧元，还不包括建筑本身哦。所以你想想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了解到的中东世界跟西方世界文化交流还有经济交流最棒的一个地方，就是阿布达比的罗浮宫。现在呢，我们就从阿布达比走到了杜拜。这个不能说纸醉金迷啦，但是全部都用钱堆叠起来的杜拜，而它的夜生活非常的精彩。再加上呢，它为了吸引更多的观光客到来，你看现在的哈里发塔，这个哈里发塔白天晚上看起来是完全不一样啊，而且是 free 的，免费的。他必须把它弄得很漂亮，然后你过来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哇，这么漂亮哦！我就驻足在这边看一看，旁边也有吃的，我就消费一下，里面有名牌，我就去买一下，它才能够促进观光。在某种程度来讲呢，它的走向跟
美国拉斯维加斯很像，拉斯维加斯就是把它的夜生活搞得非常多彩多姿，外面有很多的水舞啊，很多免费的秀可以看，进而吸引观光人潮来到拉斯维加斯这里的赌场去做消费。但是阿联酋它是伊斯兰国家，所以赌博在这个国家是不可能的。进而他就用这样子的行销方式，把夜生活用得很精彩，有水舞啦，有很多的灯光秀啦，然后让观光客聚集在这个地方，进而打造这个地方的知名度，而且人潮当然它就会带来消费。我们现在就来到杜拜阿里法塔前面的杜拜喷泉、杜拜购物商城来看它的水舞。饭店在旅游当中也是一个重头戏，尤其是杜拜的7星级帆船饭店。今晚我们不住这儿，但今晚我们来这儿吃饭呢。一个这么高档的饭店，当然不只是单单有住宿的功能而已，从它的外形，从它的建筑设计，从它的大厅，从它的餐厅都是特色。我们这一趟来到的是杜拜加土耳其，因为杜拜现在是前往欧洲、中东很多地方的转机点，所以当你搭乘阿联酋航空来到杜拜转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行程多安排1至2天，在过境这一个国家的时候，来去了解一下杜拜这一个国家它的特色在哪。所以这一次我们要去土耳其，搭乘了阿联酋航空，我们在杜拜游览。现在我们来到了杜拜最有名的7星级帆船饭店用 buffet。大餐，来吃大餐啊！晚上好。帆船晚餐。一个花园，它叫奇迹，还真是奇迹。为什么？因为沙漠中要有花园，它本来就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杜拜呢，除了有钱建造最高建筑物哈利法塔之外呢，它还有另外一个有钱的地方，就是搞花园。它是另外一个世界之最。沙漠要花园，你要有多少的经费啊？这很简单啊，在亚热带国家要有植物很简单，但要看下雪不容易。在沙漠国家要看沙子很容易，要看花那也不容易。杜拜的奇迹花园，它是杜拜
整个旅游当中最独一无二的世界奇观。世界最大的花园，占地72000平方公尺，它种植超过了4500万的花朵在这里面，还有包含它的雕塑跟设计。最大的重点就是缺水的地方种植植物跟花，这要有多少倍的经费才能够把它塑造出来？但对伊斯兰来说，没有什么不可能，尤其是他们心中最高的境界，最好的天堂地就是充满了花草的地方。所以他在这边走向了爱丽丝梦游仙境的设计一样，你可以看得到世界各地的花朵，它都帮你种在这里了，排列各种形状，而且不繁复，没有很多的招牌。其实我觉得伊斯兰的设计还有杜拜的设计是一个重点，设计往往流于俗套就不好了，因为杜拜有很多的设计人才吗？不是，因为杜拜它会招揽设计人才。杜拜是一个开放所有世界各地拥有各项技能专长的人来到杜拜，它寄予非常高的薪酬，让所有有能力的人都愿意来到杜拜发展他的长处。就算你拥有了那么多的花，那么多的钱，那么多的资源，其实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设计感了。我觉得设计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一个好的设计不是很花俏，不是沦为俗套，而是它有没有创意，会不会让人进来这里面的时候感觉到很舒服，让人家想要驻足停留在这里面。我觉得这是设计的最高境界。所以杜拜拥有非常多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才，最主要是因为它的开放政策，它并不是一个政教完全合一的国家。一般在伊斯兰教国家，政治跟宗教他们常常会绑在一起，但是杜拜它解除了这个封印，让杜拜能够走向像西方世界一样的开放。所以很多人在看杜拜它的建设以外，会认为杜拜这个地方是沙漠中的奇迹，但往往会忽略了为什么杜拜可以做到这一点。第一个，它优越的地理位置啊，作为一个中东的城市，杜拜它的机场很厉害，光看阿联酋你就知道，阿联酋航空呢，它打造了整个中东最豪华的飞机之一，它的 A380 双层的空中巴士，它的海陆跟陆路整个跟其他欧洲、亚洲、世界地区建立的连线非常的密集，它也是一个航空枢纽，大量的航班飞往世界各地，这使得杜拜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商业跟贸易中心。在这种情况底下，你就知道了一个国家它的经济发展强不强盛，它是不是航空的枢纽，
你看它这个国家飞到世界各地的航班多不多就知道了。杜拜在这一点呢占有中东优势哦，而且它的先进的基础建设，包括网络啦、数据中心啦、它的金融科技啦，它政府对于商务经济的开放政策，人才的优势，技术开发人员、金融专业人员、市场分析师。他拥有丰富的金融科技人才哦，而且他还广招全世界各地的外籍人士来到这个地方，所以很多的高知识分子，他为了追求更高的薪资，而杜拜这个区块他也能够给他，那当然他就愿意来这个国家来做贡献、做付出，来这边上班啊。而且包含他的数位支付，还有他的金融科技产业链，都是杜拜最强的地方。所以它不是单单只是会用金钱打造这个国家而已，它还用了科技跟人才来打造这个国家。未来杜拜的金融科技行业会更着重在 AI， 这在伊斯兰教国家都是很特别的，尤其是杜拜王室，他们自己知道他没有很好的条件，在沙漠嘛，石油产量又少得可怜，没有办法像他邻近的老大哥阿布达比一样。那他如何创造出来？除了用钱在沙漠打造一栋一栋的建筑奇迹之外呢，他更要招纳更多的人才来到我自己的国家来就业，进而带动这一个整个知识产业链的丰富。这是杜拜它会成功的很主要因素之一。帮你拍两个。那边房子比较矮，就是老城。哦。对。另一边就是现代化的很高楼大厦。高楼大厦。对。作为世上最富有的都市之一的杜拜呢，它有哈利法塔，有前面我们看到的帆船饭店，然后呢，它还有一个也是很特别的地方，改变了整个天空。为什么？因为这一栋没有中间形体，完全中空四边镶金框的地方，这么特殊的建筑结构，它叫做杜拜相框。这个杜拜相框呢，像是框住了整个杜拜的眼球。为什么？因为很少有人把相框做得这么大，现代跟传统之间，他就用这个相框把它融合在一起。因为相框是现代化的建筑嘛，但是它框住的是杜拜这一个古老小渔村的蜕变。我觉得这样子的设计很棒。
花了13亿台币打造拥有50层楼高的黄金相框，单从外观看就真的像相框一样，气派华丽又特别，而且呢，见证了杜拜从沙漠小渔村变身为这样子奢华国家的历史时光隧道，完全符合了杜拜它高贵的气息啊。那杜拜的相框呢，玻璃、钢、铝、钢筋、混凝土打造出来的特殊相框呢，它远远一看就可以感受到它的金光闪闪啊。那我们现在呢，当然就在这2侧高楼之间所做的空桥，因为我们已经上到了杜拜相框，就从杜拜相框360度的角度去看整个杜拜的风貌。球场创造的。好了，那么我们现在的话是第2大酋长国迪拜啊，迪拜的话就相当于上海一样啊。那么还有另外的5个酋长国，沙迦啊、拉斯海马、乌姆盖万啊、富吉拉和拉斯海马啊。好，这是我们当地的地图。那么迪拜的话面积不大，迪拜的面积不大，所以的话我们会发现，你国与国之间的话距离还是蛮近的。那么我们这一条大道呢，前方是通往阿布扎比的第1大酋长国。那么我们车尾的方向呢，是通往我们第3大酋长国沙迦的。我们可以做一下简单的了解。好，那么这个来看一下我们的哈利法塔啊，哈利法塔。那么哈利法塔高多高呢？它是世界上第1高塔，它高达828米，上下温差10度，左右抗5米摇摆，玻璃幕墙可抵御100年一遇强风啊。然后我们的1楼到38楼呢，就是我们的阿玛尼酒店啊，世界的官方阿玛尼酒店。39层到108层呢，那么中间的话经历了我们的08年我们都知道金融危机，对不对？对，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哈利法塔呢也曾经一味的成为我们的烂尾楼。那么这个时候呢是什么办呢？是我们然后才得以让我们的哈利法塔呢迅速完工。所以呢，哈利法塔呢，它本来叫迪拜塔啊，那么后来呢？这是一个地标，这个地标呢是一定得拍照的。杜拜哈利法塔勇夺当前世界第1高楼，荣耀多年。每一年的跨年烟火秀就跟台北的101跟纽约的时代广场是一样的，全世界都在看。整个哈利法塔它高度来到了828公尺，有169楼。那我们现在来到了124楼、125楼之间啊，从这个地方看整个杜拜城市景观，超级惊人。尤其是坐这个电梯啊，不到1分钟就冲上来了。你看那个速度有多快啊！高处看沙漠市容、人工岛，晚上杜拜购物中心就在楼下。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喷水池、水舞秀也在这里。现在我们是早上跑进来这个地方，来感受一下早上的杜拜，来看看哈利法塔它的特色、它的雄伟、它的世界第一。
很厉害的哈利法塔。当时他在释放烟火秀的时候，其实他的海岸线远远都看得到哈利法塔，这也是一个城市行销成功的地方。一个国家、一个城市呢，要有好的行销策略，